怎么样？王贵走了，拿着秦良千恩万谢，说要回浙江买几亩地，给儿子娶媳妇。那花姑娘呢？王贵说，那是吹牛的。啊？他说根本没有写信让那个叫花桃的姑娘来，而且那个叫花桃的姑娘，在王贵来时已经答应了地方举人的求亲，准备嫁人了。嫁得好，祝花姑娘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到手的俸禄还没捂热就飞了。堂堂正九品，混得连新衣服都买不起。不对，衣服换了。那鞋呢？那天醒来，外袍、中衣、头巾都换了，但我脚上那双细布鞋还在。为什么不换鞋？是来不及，还是没必要？草丛里的细布鞋印，大小纹路和大人脚上一样。如果我的鞋没换，那另一双同样的鞋属于谁？林彦章，鞋码一样，鞋底纹路一样。那个在草丛里敲晕我的人，很可能就是林彦章本人。如果是劫匪，扒衣服是求财，没道理留双新鞋。如果是杀手，直接杀我便是，何必换装？这是个局，金蝉脱壳的局。林彦章没死，甚至那个书童都是他计划的一部分。他放着九品官不做，非要假死脱身，除非这个江浦主簿的位置不是肥差，而是火坑。前任主簿死得不明不白，吴知县贪婪，刘典史把持刑名。林彦章一定是知道了什么，他既不敢上任，又不敢抗旨，所以找了我这个替死鬼。敢算计老子，只要你还活着，我一定把你找出来，看看最后到底是谁玩死谁。让你查的事如何了？那双细布鞋的主人可有眉目？有眉目，但不多。本县现有举人3位，秀才16人。这些人分散在7个乡里，卑职身份地位，不敢明着盘问有功名的老爷，只能趁他们出门会客，躲在暗处观察鞋。他们住得太散，卑职没有马，全靠2条腿跑。若全查清，还得1个月。1个月太慢，你不必指定县人。那个神秘人，很可能是外地来的。客栈、驿站、寺庙里借住的读书人，不错。重点查南方口音，尤其浙江口音的年轻读书人。这些行踪不定的人，才是最大隐患。若无录影登记，就是大海捞针。那就打听，哪怕把江浦地皮翻过来，也要找出来。这不仅是查案，更是为了保命。卑职这就去。大人，您找我？有个紧急差事，你现在立刻去追我舅舅王贵。王大爷昨天下午不是走了吗？这会儿怕是出县境了吧？出不了，去江北必走浦子口，渡船每日寅时才开。他带着行李和表弟，走不快。大人是要追回来？不是，是送他们一程，确保他们上了去浙江的船再回来。路上多跟舅舅唠嗑，重点问家里情况。唠嗑？近来本官偶感风寒，没能亲自见舅舅，竟忘了问家中爹娘身子如何，实在不孝。这事儿
就托付你了。属下定不辱命。记住，只能你问他，不许让他问你。关于我在县衙的事儿，除了清廉如水这种场面话，其他半个字不许漏。大人放心，小的这张嘴，该紧时比河蚌还紧，该松时比棉裤腰还松。林大人，县尊大人请您去二堂议事。好，知道了。诸位，本官昨夜翻阅县志，整宿未眠啊。咱们江浦县苦啊，经济重地天子脚下，可户口、粮产、税收，连外省下县都不如。苦的是百姓嘛，分明是年底考满要来了。今日召集大家，就是想议议，如何才能富民强县。赵县城，县尊，农为邦本，江浦地广人稀，当劝课农桑，兴修水利，开垦荒田。兴修水利那是百年大计，等水利修好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他要的是今年年底能看见的政绩。林主簿，你脑子活络，可有什么新奇点子？回县尊，属下确有几条浅见。江浦之弊在于新旧割裂。老县治在浦子口，那是漕运码头，商贾云集；新县治在矿口山，虽然地势险要，但鸟不拉屎。咱们不是没饭吃，是守着金饭碗要饭。属下有3策，可解燃眉之急。第一策，定规立市，划区经营。城东米粮，城西牲畜，城北水产，城南百货。辰时开市，敲鼓为号，酉时闭市，鸣金收摊。不仅如此，还要设官衙，由县衙遴选清白商户，充任衙衡，校准度量衡，杜绝缺斤短两，同时代收市税。代收市税，市集有规矩，税才能收得稳。第二策，借鸡生蛋，引流聚气。浦子口繁华，却拥堵不堪，客商卸货动辄要等3、5日。我们在码头树倒商牌，并修一条通往新县城的简易驿道，同时告诉客商，新县城有官府认证衙行，不欺生，不压价，最要紧是快。只要把浦子口的驿城客商引流过来，这矿口山的新城瞬间就能活。第3策，乡镇联动，各乡设吉日，让农户手里的鸡蛋、草鞋、竹鞭能换成钱，百姓手里有活钱，县城铺子才有生意，衙门税收才能上来。妙啊！林主簿大才，本官果然没看错人，此事便全交由你去办。谁若是敢在中间使绊子，本官摘了他的脑袋！县尊，刚才说的是内功，想让江浦真正起飞，还得练外招。还有法子？江浦最大的优势不是山水，而是咱们对面住着皇上。应天府京师重地，100万居民，这些人每天睁眼就要吃喝拉撒，米面粮油鱼虾蟹肉柴炭不辟，这就是一座大金矿，而江浦就守在这座金矿门口。这泼天的富贵，咱们接不住啊！以往接不住是路不通法不明，但在属下看来，江浦完全可以做成京师的后勤补给仓，江北物资中转站。第一，整治码头，公私分流。如今官船、军船、民船挤作一团，官船一来，民船避让3天，这一等，商户怨声载道，宁可绕路也不走咱这儿。属下建议，可在临江浅滩另辟民用埠头，不必大兴土木，用碎石木桩修2、3个简易埠头，专供民商停靠，严禁官船占用。工程不大，却能分流。正是。第二，江浦职工，水产快运。京师权贵有钱，却吃不到最新鲜的江鲜，运过去时死一半，臭一半。由县衙牵头，渔户商户联营，用活水筐装鱼蟹，船头悬挂便名牌，去龙江关打好招呼，优先查验，随到随走。早上捞的鱼，中午端上京师权贵餐桌，这叫江浦直供。我们要把江浦的螃蟹卖出黄金的价钱。第三，货站租赁，坐地收租。新县城有不少驻军预留库房，如今空到养老鼠，我们完全可以修缮成漕运货站，给南北客商提供仓储，防火防盗，专人看守，只收一点站租。货都在这里了，我们还能引导他们原地交易，成交一笔，县衙再收一笔契税。此事全交由林主簿牵头，六房必须全力配合，要人给人，要钱，钱先从未来收益里预支。建立集市，修缮道路，还需人手与治安维护，光靠六房书吏不够，
需借刘典史麾下3班衙役。准了。刘典史自今日起3班衙役听林主簿调遣，配合监视。属下定不负重托。成了，有了这道令，我就能调人搜查真正的林彦章。林主簿，你真是本官的福将啊！这些法子若能实施，江浦何愁不兴？属下只是动嘴，真正落实还得靠县尊运筹帷幄。计划已定，多说无益。现在分工，护防孙祥。卑职在。张良新县城东西南北4块空地，按米粮、牲畜、水产、百货划区，3日内把界石立起来。是。攻防齐风。卑职在。清理浦子口烂泥滩，打木桩平地面，能停船就行。记住，要快。王捕头，市集开张，治安是重中之重。我不希望看到泼皮欺行卖市，也不希望看到有人向商户敲诈勒索。谁在这世上使坏，阴奉阳违，休怪本官无情。林大人放心，哪怕天王老子来了，卑职也绝不含糊。去吧，动起来。县城市集是面子，乡下渔场才是里子。百姓的货出得去，县城的钱才赚得起。这钱从哪儿来？县库没钱，县尊没钱，那就找有钱的人。林大人，集市是好，可乡下百姓哪有钱？建起来没人买卖，银子不就打水漂了？沈东家过虑了，县尊如今大力整顿，未来的事谁说得准？大人早晚高升，新来的不认账怎么办？若沈东家肯出资，未来3年免你家商铺30%商税。免税？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官府承诺，恕小老儿直言，有时比勾栏里的誓言还靠不住。大人，怀德乡周文炳听说要建集市，怕得脸都白了，说当今圣上重农抑商，怕出钱建集市被说成收买人心。尊教乡那些富商更滑头，开布铺的推粮铺，开粮铺的推地主，小户看大户不出，更是一毛不拔。大人，要不算了。不能算。既然他们不信县衙，不信承诺，那就给他们造一个无法拒绝的局。沈万和求财求安稳，最烦被摊派徭役。周文斌家里有个不成器的儿子，考了3次童生没过，做梦都想进去献血。其他小户全是跟风。原来如此，只要搞清楚他们的需求，就不怕他们不掏钱。第一，分档众筹，收益共享，200两以上优先挑黄金摊位，分租金1成。第二，财务公开，拒绝贪污，每1两银子用途贴告示牌公示。第三，官府兜底，政治背书。既然空头支票他们不信，那我就把空头支票写成白纸黑字的契约。周兄，令郎才学敏捷，只是欠一点运气。林大人的意思是，这次建世袭是惠民义举，若周兄带头，本官可以义民之名向学官举荐令郎，甚至为周家请一块义民匾额。50两，为了犬子，这钱我出了。沈东家，周秀才已经出资50两，黄金摊位和租金分红，您不要，我便找别人。您家千亩田的粮棉每次都要运到县城去卖，集市若在家门口，运费是不是省了？再加上孙辈免役5年，100两。林大人，契约上写的分红可不能赖呀！白纸黑字，官印为证。今日开市大吉，为回馈乡亲，所有小额交易免课税。大户们的粮食棉布，今日8折。沈家棉布打折了，周家粮便宜了。哎呦，哎呦！诸位，集市火了，可这路太烂了。想要生意更上一层楼，咱是不是得把这路修一修？修，必须修，但这钱不用全出。洪武5年，有乡绅捐资建桥，得圣上褒奖。咱们修路也是造福乡里。本官已准备向应天府申请义民表彰名额。真能请匾？官府明文申报，岂能儿戏？大人，3个民用布头修好2个，剩下那个怕要延期。为何？义父闹情绪，
大热天的自带干粮不说，官府1文钱不给，连口绿豆汤也没有。要不让王捕头带人去督促一下？胡闹！本官是要做事，不是要逼烦百姓。可没钱啊！码头修好了，谁受益最大？水运商户。去，把本县最大的几个水产商叫来。大人，不用找了，有人主动送钱，愿出200两修码头。草民张本参见林大人。张掌柜可是稀客呀，这200两不好拿吧？大人明鉴，草民听闻大人要搞江浦直贡，草民愿出资修码头，还愿出快船，只求将来直贡金额的份额，张家商货要包30%。只要你的货够硬，30%，本官给你。早上江浦下网，中午京师上桌，这才叫基本盘。林大人，之前刘某处事多有不周，多有冒犯之处。这杯茶敬大人，还望大人多多包涵。不知县尊今日唤属下来，有何吩咐？林老弟，如今集市码头2头忙，你又管账又管税，太辛苦了。不如让刘典史给你打个下手。县尊厚爱，只是集市乃属下与各乡大户缔约，账目每日公示，钱款入专库。若让外人插手，恐难服众。外人？林大人这话就不对了，大家都是同僚，怎么成外人了？规矩就是规矩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大家一起发财不好吗？以后这咱们收益3、7分，你拿3。而且本官高升后江浦知县之位，必定全力举荐你。多谢县尊抬爱，属下受之有愧。这钱是百姓血汗钱，是商户信任钱，属下不敢动，也不能动。若县尊执意如此，便请下文废了那份公约，届时属下自当听命。什么为民造福？那集市就是幌子，大户出的银子全进了林8皮腰包。听说他在县衙后院挖了地窖藏银子。这群刁民！大人，外面都骂翻天了。骂什么？骂您中饱私囊，骂您伪君子，还说您比吴知县还贪。哦，狗咬你一口，你还能咬回去？你要做的是找到狗的主人，打断他的腿。王将，去查一下谣言源头。小七，去茶馆盯着。谁叫的最慌，谁添油加醋最起劲。冤枉啊！小的什么都没干。别喊，本官还没动手。本官是读书人，做事讲究有法可依。咱们来聊聊律法。凡诬告人者，反坐；诬告人贪赃枉法，杖100，流3000里。不仅如此，还要将家产一半断付给本官。大人饶命！我说，有人给了我50两银子，让我到各个茶馆散播谣言。那人是谁？长什么样？不知道啊。那人戴斗笠，蒙着面，根本看不清脸。而且他是晚上找的我，把银子往我怀里一塞，交代了几句就走了。听口音呢？不像本地，倒像南方那边的，和您偶尔冒出来的口音有点像。浙江口音。放屁！那人分明是刘典史派来的，真不是刘典史。刘典史找我办事，从来不给钱，还要打我一顿。去，写个认罪书。然后挂穆家游街3日，边走边喊你是收钱抹黑的王八蛋。是，谢请年大老爷不杀之恩。不是吴怀安，也不是刘通，外地人，浙江口音，出手阔绰，对我见集市恨之入骨。林彦章，那家伙根本没有离开江浦县。大人，卑职这里有个更要命的消息。说，阳谷山那伙劫匪出现了。在哪儿？卧牛山。卑职的老兄弟发现一伙生面孔，带兵刃，其中有个刀疤脸。他们为何偏偏这时候回来？我这儿来是烂人，我收黑心钱，诬陷林青天贪污，我不是人。林大人凶怒见这事，你还泼脏水，打死这泼皮！舆论这把火，烧起来容易，灭下去难。但灭下去以后，灰烬就是官生最好的养料。大人，这路一通，车马都多了。
要想富，先修路，放在任何时代都没毛病。救命啊！腿，我的腿！好啊！功成失责，草菅人命。林彦章，这次看你怎么脱身！急功近利，偷工减料，致使道路塌陷，百姓伤残。800里加急，送应千府。这回他不死也得脱层皮。黄大人一路舟车劳顿，下官略备薄。不必，本官奉府尹之命，核查江浦道路塌陷案，人命关天，公事为重，饭查完再吃。林主簿还不把修路账册拿来？账册在此。黄大人，可查出猫腻？账目滴水不漏，碎石采购由出资大户签押，人工开销由里长手印，剩余银两封存专库，分文未动。这记账之法条理清晰，一目了然。林长部，这是你创的？雕虫小技，让大人见笑了。收录期间，林驻捕可曾向你们索贿？青天大老爷明察，林大人那是真清官，连口水都没喝我们的。我们出钱是因为路修好了，货运得快，赚得多。林大人带着我们发财，我们感激还来不及。奇怪，其他路段都是3层碎石2层黄土，夯实如铁板，为何唯独这一段全是松土，连碎石都没有？此处路段被人动过手脚，传当值里长和工匠。这段路是你带人修的，为何不铺碎石，不夯实？上夹棍！别讲，我说有个人给了我5两银子，让我这段路少放石头，别压那么实。他说只是走走人，没事的。我真不知道会翻车呀！那人是谁？我不认识啊，那是个生面孔，戴着斗笠，听口音不像本地，倒像南方那边的。又是外地口音。林彦章，你还真是不死心。里长赵三，贪图小利，偷工减料，致人伤偿。杖70，服苦役3个月，修补受损路段。吴知县，身为一县之尊，遇事不查明真相，反而添油加醋，意图构陷同僚。罚凶3个月，本官回府后会如实上报府尹与吏部。林主簿账目清廉，功成为民，瑕不掩瑜。本官会在结案文书中为你请功，记优一次。谢大人明察。这叫政绩。这叫基本盘。大人好手段，堪称鬼斧神工。草民走南闯北多年，像大人这般懂经商又懂治民的官，还是头一回见。张掌柜过誉，本官不过顺势而为。张掌柜谈吐不凡，不像纯粹生意人，倒像是读过书的。大人慧眼，草民早年考过秀才，只是屡试不第，家中又遭变故，这才弃文从商。浙江宁波人自古经商，所谓无宁不成事。经商虽是末业，却能富家润身。士农工商不过分工不同，若无商贾互通有无，粮食烂在地里，布匹堆在库房，那才是民生多艰。大
大人知己呀！前脚掌受力重，后脚跟轻，右脚外撇3分，大拇指处有侧倾。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怎么了？张本的脚印和阳谷山草丛里第4个人的一模一样，尤其右脚外撇3分。发力点在涌泉穴，错不了，绝对是他。浙江口音，熟悉江浦，出手阔绰。他不是张本，他就是林彦章。让张掌柜久等了，老王神经过敏，说草丛里好像有蛇。江边湿气重，有蛇也是常事。大人千金之躯，小心为妙。无妨，本官属蛇，不怕。刚才听张掌柜说家乡风物，本官倒有些想家。本官祖籍宁海，距离宁波也不算远。张掌柜去过宁海吗？宁海啊，当然去过。钱塘古镇十里红妆，天下闻名。县城外有座南山，山上有座古寺，寿宁寺。对，寿宁寺。草民年轻时还在那里求过签。我试探他，他也察觉到我在试探他了。身份既然暴露，接下来就是你死我活，只能先下手为强。明日调人，直接抓张本。不，是抓林彦章。有埋伏！行了，细皮嫩肉的，倒挺经折腾。这是哪儿？你们是谁？行了，别叫了。这里是卧牛山，也是我的第2公堂。林川啊，林川，你可真给了我一个大惊喜。你果然就是林彦章。名字不过是代号，就像林彦章这个名字，如今不也戴在你头上吗？既然我带的不错，为何还要动手？难道是因为嫉妒？聪明人往往不长命，因为你让我感到了危险。既然要死，让我做个明白鬼。你放着好好的官不做，为什么假死脱身？又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？你想做个明白鬼，也罢。看在你替我挡了这么久灾的份上，我便成全你。那你可知江浦县主簿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？九品官身，吃皇粮？错，意味着株连家族。我临海林家原本归于浙东文脉，可我会试落榜，心有不甘，暗中投了韩国公李善长门人的路子。浙东人投靠淮西勋贵，你胆子倒是不小。我只想做官，可李善长倒了。陛下诛杀韩国公，牵连上万人，仅因为四处清查门生故意。若查出我与那边往来，一副逆党的帽子扣下来，我林家满门都要完。所以，你需要一个替罪羊。没错，那天在江浦边境，我透过车帘看见了你，落魄秀才，孤身一人，身形眉眼又与我有几分相似，这不是天意是什么？书童也是你动的手。为了逼真，总得有人死。我换了你的衣服，留下官凭文书，让你变成李彦章，替我去江浦县挡灾。原来如此，你还知道，就算没有李善长案，
这个江浦县主簿也是个死位。前任主簿替吴怀安背了贪污工程款的锅，你若上任，要么同流合污被朝廷砍头，要么被吴怀安玩死。你倒是不蠢，所以你把所有雷都丢给我，等我扛完雷，你再来封口。因为只有死人才能永远保守秘密。本来想让你多活几日，谁知你修路建集市做码头名声越来越大，你越出色越容易招来锦衣卫和朝廷目光。明白了，多谢解惑。明日一早，你的尸体会被扔在官道上，而我会继续做宁波水产商人张本。等风头过去，我未必不能重回官场。安心去吧，能成为我的棋子，也算你的福分。你笑什么？林彦章，宁海林氏三房庶出，家有老母眼疾多年，有一小妹名唤林婉，年方28。你自幼不受待见，所以性格阴丛，极善钻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以为这是你的局？王家收网！杀了他！大人，受惊了。来得刚好。求我娘，小妹，你杀书童时，可想过他的家人？这世上，从今往后只有一个林彦章，就是我。大人，尸体怎么办？去报官，让刘通带人来，就说水产商人张本勾结劫匪绑架本官，以备辅诛。大人，搜到现银332两，232两留作赃款，另外100两给兄弟们分了。大人，这不合规矩。你们冒死随我闯入匪窝，拼杀一番，这是拿命换来的钱，理当奖励。但银子拿了，嘴就要严。今日只有一种说法：张本勾结山匪绑架本官，幸得几位义士效助，全歼匪土。懂，小的们什么都没听见。林大人，林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刘殿使，你可算来了。这回贼人太凶残，幸亏王九拼死相救，又有几位义士出手。好啊！来人，把赃款抬走，把尸体也抬走。此番剿匪，本官定会如实上报县尊。有你这层官方认证，林彦章这个名字终于归我了。王将，这才是我答应你的报酬。江浦县快班王将，服役15载，恪尽职守，剿除卧牛山盗匪，功绩卓著。批了。大人，这是真的。去户房，亲眼看着他们把黄册改了，记得注明因公脱籍，改入民籍。是。一张纸压了他半辈子，今日总算抬起头了。小虎，给恩公磕头。快起来，以后你就是梁家子了。今年县试去报个名，先考童生，再征秀才。学生谨记林大人教诲，定不负大人与父亲期望。李善长案3万人头落地，听着吓人。可锦衣卫的刀砍的是权臣勋贵，不是九品主簿这种路边蚂蚁。林彦章是做贼心虚，自己把自己吓死了。真正要命的还是吴怀安和刘通，真身一死，身份已坐实。接下来该把县衙这帮牛鬼蛇神好好收拾一遍了。这大明官场路才刚刚开始。都给本官打起12分精神！太子殿下将巡视陕西，途经我江浦浦子口。太子殿下要在咱们这儿铸片，想什么没事儿？殿下只是在浦子口官渡换成仪仗，稍作修正。但只要伺候好了，殿下随口夸一句，便是简在地心。赵县长，浦子口老城和新建码头的安全防务交给你，下官领命。林主簿，新城市集和七乡集市你盯紧。下官明白。至于流民安置和迎驾钱粮制度，刘典史你来办。县库拨1000两银子，务必让那些流民消失在殿下视线里。请县尊放心，安全防务是背锅，市集是劳碌命，唯独流民钱粮是肥缺。这吃相一如既往的难看。太子朱标巡视陕西，
这是朱标人生最后一次高光时刻。细寻回来不久，他就要撒手人寰了。吴怀安，你把所有的宝都搭在这次银架上，以为抱上了太子的金大腿就能飞黄腾达，殊不知你这是满仓投入了一只即将退市的股票啊！参教太子殿下。平身。好，好啊！江浦县虽小，这码头却建得极有章法。活水运鱼之法，兴其实用，变了商贾，也富了百姓。殿下谬赞了。为了建这几座码头，下官那是素起夜寐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从选址到筹银，从督工到营运，下官虽然愚钝，但想着能为百姓做点实事，就算累点苦点，心里也是甜的。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吴知县有心了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这才是父母官该有的样子。孤回京后，定会向父皇如实禀报。谢殿下隆恩。今日场合不对，我忍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换道，此路开阔，更别护卫。姐夫，那条路会经过流民安置区。江浦知县，这就是你说的素起夜幕，造福一方。朝廷拨下的赈济银呢？安抚流民的政令呢？殿下明鉴，此事并非下官之责，这些流民安置皆由主簿李彦章负责。哼，原来是个贪官酷吏。抢功，我忍了，可你要拿我的命，填你贪污受贿的坑！大胆！微臣江浦县主簿林彦章有话要说。讲。殿下，吴知县所言纯属一派胡言。辽民安置从始至终皆由典史流通全权负责，此乃县衙会议记录在案之事，县丞赵大人及诸位同事皆可作证。微臣乃主簿，这等钱粮拨付之事，微臣无权过问，何来负责一说？放肆！林彦章，你身为下属，当众顶撞上官，揭露同僚，成何体统？这般推诿卸责，还有没有臣子的担当？这位大人此言差矣。所谓担当，是为国为民，而非为虎作伥。若微臣今日沉默，便是让真正的硕鼠逍遥法外。这不叫担当，这叫同流合污。刚才殿下夸码头修得好，吴知县说是他夙兴夜寐之功，微臣不服。那3座码头从选址到施工，皆是微臣带人跑下来的。吴知县可曾去过现场一次？当初筹款他还暗示微臣抽30%，功劳他全占，黑锅我来背。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殿下，吴知县口口声声说他夙兴夜寐，那微臣倒要问问。江浦县这半年来官衙制是谁定的章程？是你吴大人吗？水产快运是谁跑的门路？是你吴大人吗？微臣3番5次提议，用剩余石料修缮窝棚，用税收购置棉衣，文书就压在你案前，你批了吗？今日之功你要抢，今日之过你要甩，每日除了饮酒受贿，便是钻营仕途。敢问吴大人，这顶乌纱你戴着就不嫌沉吗？他胡言乱语，他血口喷人，殿下明察，臣冤枉啊！够了！江浦吏治乌烟瘴气，成何体统？即日起，着督察院派专员彻查江浦县衙，谁轻谁浊，自有国法公论。流民安置，限3日内整改完毕。孤回京之时，若再听到有百姓流离失所、冻饿而死，无论官职大小，一律严惩不贷。起驾！林主簿，你这是何苦啊？这下整个江浦县衙都要架在火上烤了。赵大人，若不选在这时候，这几10个流民今晚就得冻死。至于火烤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赵大人若没身手，又何必怕火？林彦章，你行，你真行。督察院查案也需要时间，在他们来之前，江浦县还是本官说了算。姓林的，你别得意，咱走着瞧。老子随时奉陪。姐夫，别打了！畜生！我让你安置流民，你把银子全吞了！姐夫，现在不是打人的时候啊！督察院的人要来了，咱们得自救啊！对，得找找经理的关系。姐夫，那可是养老钱啊，命都要没了，还心疼钱。督察院有一位督事，是我当年同窗，只要打点得当，派个自己人下来，此事未必不能大事化小，连夜送往京师。林彦章，你以为掀了桌子就能赢？这官场的水深着呢。
近来县务繁忙，本官见林主簿操劳过度，实在不忍。即日起，县衙仓库、户籍黄册、市级官衙管理之权暂交刘典士代管，林主簿只需安心休养。谢县尊大人体恤。你也别闲着，库房里有洪武9年以来的陈年旧账，足足500卷，10日之内校对完毕。若有疏漏，便是渎职。林大人，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药水味都没散干净。老孙，你这活干得糙了。光是渎职不够，顶多罢官。我要让他死。姐夫的意思是，栽赃，从昌平仓挪出50担粮食的提货单，再拿20两银子塞进林彦章脂房那个带锁的杂物柜里。等月底查库，人赃并获。对，圣上最恨贪官，我看他有几颗脑袋够砍。洪武15年良策第13页，孙祥改；洪武22年部婆账第5页，孙祥改。吴怀安以为我在第1层，实际上我在大气层。太子既然发了话，督察院一定会来。你们现在越猖狂，将来罪名越重。想玩阴的，那就看看最后是谁给谁收尸。这江浦县不对劲儿啊！老张，生意不错呀，摊位费不便宜吧？摊位费现在每个月只交30文管理费，剩下全是自己的。30文，衙门里的老爷们喝西北风。客官，外地来的吧？自从林主簿管了这事儿，规矩就变了。我家二小子听林主簿的话，腌咸鸡蛋，如今都卖到应天府去了。不对劲，这也太完美了，完美的像戏。大人，咱们已跑了3个乡，孝义、怀德、遵教都是这个样子。若1个乡是演戏，3个乡都这样，应该不是演戏了。看来是真的，林彦章是个能力，而且是懂经济知民生的能力。进城吗？不急，既然来了，太子最关心的流民，咱们得去瞧瞧。看来吴怀安是被太子吓破胆了，效率挺高。兄弟，打听点事。掌柜想打听啥？我是外地做生意的，看这一片修得不错，听说是县尊老爷的大手笔。呸！那个狗官，他也配？要不是太子爷突然杀过来，刘典史那帮孙子能这么勤快？那天太子一走，刘典史吓得都要尿裤子了，连夜让人拉木料来修。那刘典史这么大胆子没人管，管个屁！人家姐夫是知县，在江浦就是土皇帝。那林主簿呢？姓林的就是个傻叉，他也贪。哼，贪！他要有胆子贪，老子还能敬他是条汉子。建码头搞集市，那是有多大油水啊！换别人早捞的盆满钵满，姓林的倒好，两袖清风，兜里比脸还干净。不捞钱也就罢了，还非要跟知县对着干。那天迎驾，他当着太子面把吴知县和刘典士老底儿全揭了。现在好了吧？听说被知县架空，发配去看仓库了，这么大功劳全让别人抢了。你说这不是傻叉是什么？是挺傻的，可这世道聪明人太多，反倒是这种傻子太少。这是新建1年的县城，邪门啊！林大人，这是自家老母鸡下的蛋，双黄的。这鲫鱼刚从江里捞的，您别给钱。张大娘，蛋我收下了，钱你也得收。县衙有令，公职人员拿百姓一针一线都要扒皮。你想看我当众受罚游街啊？收而不贪，聚而不傲。这位林主簿有点意思。这位大人，请留步。有事。在下姓耿，是做布料生意的行商。初来江浦，见此地繁华异常，心中好奇。想必您就是传闻中的林主簿吧？传闻里，我可是顶撞上司被发配看仓库的倒霉蛋。耿掌柜找我，不怕沾晦气。生意人只信眼见为实。在下走南闯北，见多了衙役吃拿卡要，可这江浦县商税透明，巡街有序，
林大人是用什么法子把厉族管得服服帖帖？利益，利益。以前他们刮土皮是俸禄低，养不活一家老下，现在市级管理费里拿一部分做绩效奖金，片区无偷盗、无纠纷，商户满意，月底多拿银子，能挺直腰杆挣钱，谁还愿意被人戳脊梁骨？林大人有如此经世之才，又有实打实政绩，为何至今只是九品主报，甚至连满城繁华在朝廷功劳簿上都成了别人的名字？耿掌柜，你看这县衙屋檐，瓦片挡了雨，功劳是柱子的；柱子撑了天，功劳是地基的。而在屋檐下站久了的人，都知道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矮子别想抢高个子的伞，容易被踩死。林大人不觉得委屈？有些事，百姓心里有杆秤，这就够了。至于朝廷功劳簿，那是写给上面人看的，与我何干？受教了，林大人这份心胸，在下佩服。布商的手只覆盖膜的光滑，这人的茧子在握笔处。耿掌柜过奖了，时候不早，我还得回去做饭。今日一席话，让在下对江浦信心大增。过几日，或许会有一笔大买卖要在县里铺开。那我替江浦百姓谢过耿掌柜了。不过，做生意讲究个环境，这路面看着平准，可底下若有些下水道堵了，再好的买卖也做不长久。耿掌柜若真想做大生意，还得带把好扫帚，把那些藏污纳垢的地方好好扫一扫。好小子，这是在点我呢。这块璞玉，本官保定了。走，回客栈写奏章。既然林主不嫌下水道堵了，本官就当一回清道夫。人都齐了吗？回县尊，6房书吏，3班衙役，库房杂役，一共48人，全在这儿。很好。林主簿呢？林大人正在旧党库房核对最后一批账目，说今日便能交差。交差？走，本官亲自去验收他的差事。终于来了。哟，县尊大人，这么大阵仗，知道的是来查库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抄家呢。少废话！林彦章，本官接到举报，说你监守自盗，挪用库银。举报？是哪位英雄好汉举报的？站出来让我瞻仰瞻仰。哼，无需多言，搜了便知。打开。昌平仓精米50担。林彦章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哼，身为朝廷命官，竟然私藏赃银，窃取官粮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，扒去官府，打入死牢！慢着，怎么，死到临头还想狡辩？吴知县，这柜子是我的私人杂物柜吧？是又如何？既然是私人柜子，自然上了锁，钥匙在我身上，从未离身。那刚才刘典史打开柜子时用的是哪把钥匙？还是说刘典史练过隔空开锁的绝技？看来刘典史手里也有一把钥匙。我的柜子我自己都还没开，刘典史却能熟练打开，这是否说明柜子早就不是我的了？或者说里面的东西是刘典史替我保管进去的？这是为了公办特意配的万能钥匙。万能钥匙？孙殿义，你当大家瞎还是当大家傻？这种梅花心铜锁
哪来的万能钥匙严丝合缝打开？要不你拿它去开开宪尊大人的私库试试？这也太明显了，连锁都换了。林主簿说的对，没钥匙怎么开得这么顺？够了！什么锁不锁的，本官只看到了赃物，东西是在你房里搜出来的，那就是罪证。来人，把这巧言令色的贪官拿下！若敢反抗，格杀勿论。吴怀安，你这就急了。这戏刚唱到高潮，草草收场，岂不是对不起买进来的观众？什么观众？这县衙里只有本官是判官，动手！慌什么？奔丧呢？大人，滚不了啊！那人硬闯进来了。好大的狗胆！在这江浦县，还有人敢闯本官的县衙？是督察院监察御史耿清带着应天府捕快已经进大堂了。下官江浦知县吴怀安参见御史大人。御史大人来的正是时候，下官正在清理门户，查处一桩贪腐大案。贪腐大案，说来听听。主簿林彦章监守自盗，今日查库，当场在其柜中搜出官粮提票单50担，库银20两。大人请看，这就是从林彦章柜中搜出来的。林主簿，吴大人所说的可是实情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这柜子上了锁，钥匙在我身上，刘典史却能打开柜子，从里面变些东西。下官只能说，这手隔空取物，不去天桥摆摊可惜了。放肆！御史大人，此人巧言令色，死不悔改，恳请大人下令将其就地正法，以正视听。念完了。大人，何意？吴怀安，你戏唱得不错，可惜台子搭错了地方。本官奉督察院之命，微服江浦半月有余，你这江浦县的每一个毛孔，本官都查过了。你当本官这半个月是在游山玩水？拿我的账本来。其一，洪武18年，吴怀安篡改榆林图灿，收受豪强白银320两，引袭良田1200余亩。其二，洪武19至20年，克扣河工口粮，倒卖糙米1200担，降低溃口，却谎报天灾。其三，洪武21至22年，截留漕粮800余掷，中饱私囊。其四，洪武23年，侵吞赈灾钱粮，致灾民死伤无数。吴怀安，你身为知县，不思报国系民，反倒剥民之高，真是该死啊！耿大人，冤枉，冤枉啊！有冤，去刑部和大理寺喊吧。刘通身为典史，助纣为虐，贪墨赈灾款，罪加一等。王元身为捕头，欺压良善，按律当斩。孙祥篡改账册，栽赃同僚。来人，全部拿下，挖取官府，待本官回京复命，交由法司审理，明正典刑。这就结束了，这反派也太不经打了。督察院御史是真能打呀！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县不可一日无主。吴怀安落马，江浦县令一职空缺，按理应待吏部拒选新官，但如今正值年关，朝廷封印在即，江浦又积弊已久，需以能力整顿吏治，安抚民生。主簿林彦章听令。下官在。本官以监察御史之权，委你暂时署理江浦知县事，接管大印，统领县务。大人，怎么不敢接？那日在街上跟我谈情道夫时的豪气呢？如今扫帚递到你手里，反倒怕脏了手？下官领命。很好，赵县丞，你老成持重，当辅助林大人稳定县局。下官不敢懈怠，定当竭力辅佐林大人。林大人，这江浦县的烂摊子，本官替你揭开了盖子，剩下的戏就看你怎么唱了。大人放心，只要台子不塌，下官定能唱出一出好戏。好。
恭喜林代，贺喜林大人！大人高升，乃江浦百姓之福，今后下官为大人马首是瞻。赵大人，按大明律，你是正8品，我是正9品，这署理知县一职本该是你。大人此言差矣，能者居之。下官年老昏聩，岂敢诬陷？既然如此，本官便不矫情了。回去开会，有些规矩该改改了。江浦驻部林彦章清正廉明，有经世之才，是太子面前那个敢骂上官的小子。回陛下，正是此人。臣未服江浦，亲眼见此人以9品之身行万民之力，百姓提及林主簿，无不交口称赞。此等能力，若因位卑而弃之，实乃朝廷之失。这感觉就像刚入职的管培生，还没过实习期 ，CEO 先贪污进去了，董事长随手一指：“小林，你先顶上。”林彦章接吏部任命，命江浦县主簿林彦章署理知县事务，待考满合格再行实授。林大人，好自为之吧。没涨工资，没提捧级，活儿全归我干，这不就是典型的职场 PUA 吗？大人，刑部来人了。林大人，久违了。圣上有批示，2人贪贿逾1000两，一律处以极刑。既已定罪，为何拉回江浦？大人，您忘了，贪污60两以上是要去那个地方的。我尼玛！李大人，李老弟，我有钱，我告诉你银子藏在哪儿，求你给我个痛快。刑部借调锦衣卫百户，处封。林大人，陛下有旨，贪墨者需深刻警示，请监刑。这就是洪武朝的官场规则。想坐这个位子，就得先看清前任是怎么下来的。石灰防腐，稻草填充，动作快些。林大人，按朝廷帝制，需悬挂于您工作之袍，日夜对视，以彰立志。楚百户，实不相瞒，我从小胆小，这东西挂我椅子后头，我怕办公室一回头，给我吓得人没了。陛下旨意，不可不挂。那就挂在正堂大门头，让每个进县衙办事的立足告状的百姓都抬头看看，这才叫永久警示。挂我屋里，那叫私人收藏，格局小了。言之有理。县尊，这以后谁还敢贪？那正好，省得我天天查账。洪武朝职场生存守则，只要敢贪，就得准备好被剥皮的下场。朱元璋啊，朱元璋，你这职场文化是真的吓人。前任刚成了警示教材，我这个代理知县就上线了。人都到齐了，回县尊。除涉案在押者，3班6房共134人，尽数在此。开印。各位，前知县贪污落马被诛，典史伏法，捕头流放，户房典吏也没了，位置空了，活儿得有人干。李全，出列。卑职在。典史一职空缺，你通律令明文仪，本官保举你署理典史，掌缉捕狱囚，待1年期满，行正式上任。你可敢接？卑职定当肝脑涂地，为县尊大人效犬马之劳。周小七，卑职在。你消息灵通，江浦哪家商户有几条船，
哪块地长几斗粮，你比护房老账堂都清楚。从今日起，你署理护房典吏，孙祥留下的烂账，本官给你1个月，1两银子的出入都得查清。卑职遵命。王将，王将，本县任命你为县衙总捕头，全权负责本县刑狱治安。卑职谢大人再生之恩。本官今日上任，不讲圣人教化，只讲2条活命规矩。第一，不准贪。你们俸禄薄，本官知道。以后江浦繁荣了，本官会立下公费，名正言顺给你们补贴。但谁敢伸手拿百姓一根针，本官就让他去外面做饭。第二，不准欺。谁敢仗着官皮吃拿卡要欺行霸市，本官绝不容情。接下来的江浦要变样了。码头货断，不按件收税，按储货量收小额占租。商人觉得便宜，自会把货堆在江浦。收上来的钱入县衙府库，每月初1在影壁处公示账目。谁敢中饱私囊，劈场妙剑。县尊，赵县城还有事儿。下官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不得不说。县尊方才那套重伤新县，听着热血，可真这么干，怕是这知县位置您做不了1年。你觉得咱们这地方小，地少粮缺，所以想搞经营增收来改善状况，对吧？不行吗？苏州府赋税重，那是因为人家商业发达，咱们穷，不搞钱怎么交差？大人，您这可是想差了。朝廷从来没拿咱们跟苏州、松江那些大县比。吏部考公看的是定额完成度，咱们县有多少地，什么土质，朝廷早算清楚了。只要税粮交齐，就是合格。若多开几亩荒地，多交几市粮，那就是着役。也就是说，不论总量，论完成率。县尊英明。好家伙，原来大明朝实行的竟然是差异化 KPI。刚才那一通布局岂不是白费了？那我用商税银子去抵税粮总行吧？大人糊涂！本朝赋税以本色为主，本色是米，是麦，是能吃的粮。若要折成银子，得户部层层批准。地方官擅自把粮食变成银子，那叫变乱赋役率。在圣上眼里，这是在动摇国本。轻则罢官流放，重则就在外面作伴。我尼玛，差点就被现代经济学给害死了。我以为是货币化改革，结果在朱元璋眼里这是金融犯罪。老赵，听你这么说，我是不是只能去种地？种地好啊，当今圣上最重垦荒清田，咱们不用搞那些花哨码头，只要把城外荒地开出来，把水利修一修，年底一算，田多了，粮多了，这就是德政。若还能安置100户流民，您这知县位置就稳了。赵县丞，按你这么说，本官若想1年后转正，种地这活绕不过去了。县尊大人睿智，江浦虽小，只要田亩清，税粮足，人烟旺，吏部评语就是个优。你的话，本官听进去了。从明天开始，咱下乡看地，看看江浦的地荒在哪儿，也看看那些本该在册的地，到底被谁藏起来了。县尊要清引田？大人，这一片报的是荒田，可土色新，水沟也通，至少种了5、6年。应查是自杀，不能强拆，得自产从主。各位，好久不见。恭喜大人提短知县事，咱们江浦总算是盼来了晴天。废话不多说，今日请各位来，是想做桩生意。您请讲，只要咱们能办到的，绝不推辞。本官要地，确切的说，要你们手里那些忘了报给官府的引田。大人说笑了，咱们都是守法良民，地契都在册子上。行了，别演了。我当主簿时，你们地里有几斤土，我比你们都清楚。硬查，我能让王江带人把田垄1寸寸量出来。到时候瞒报之罪并入贪墨，老吴的人皮就在衙门口挂着。你们想不想去做个伴儿？但是本官不喜欢杀人，只喜欢赚钱。把你们那些引田按在册数的1半报给县衙，剩下那1半
本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作为交换，本官不再追究你们一网瞒报的死罪。不仅如此，应天府主城2米柴金官运专营权，以后江浦这一块的指标，本官只给在座诸位。县尊此话当真？本官现在署理知县，只要税粮达标，便能转正。到时候还得在江浦县任上至少干上3年。江浦境内航路，本官说了算。林大人真乃当世财神。既然大人是为了江浦的百姓，为了咱们大明的江山，沈某愿出田策，派佃户全力配合清河田亩。我等愿往，我等愿往。大人，这家姓孙，是孙祥远房亲戚，家里有良田300亩，报官只有50亩。卑职去核实，他们居然放狗，还扬言要顶着大告上京告状。这种人没资格和本官做生意。拿人。明白。狗官丧尽天良。带走。对大户怀柔，因为他们是稳定的基石；对不食素的刺头，必须重拳出击。多少？大人，全县共清出引田420顷，引户1100余户。这几乎让江浦积水田亩涨了30%啊！李全、周小七，密封清册，加盖知县大印，立刻送应天府和户部。臣林彦章念江浦萌生多舛，特推行垦荒清源之策。幸得乡绅身体圣心，主动书成。大人把功劳分给乡绅。大人，分地章程拟好了一稿。第1序列，流民副业者；第2序列，本县无地佃民；第3序列，贪江户。可以，但要记住一个原则：就近授田，地给远了，那不叫分地，那叫折腾。明白。听说林青天真要分地，还是按人头分的。乌黑金在时，指挥家眷，哪见过分地？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你们怕我骗你们登记户籍，然后好接收罪粮。但我只有一句话：春耕就在眼前，地我给你们，种子我给你们。你们要做的就是把腰弯下去，把汗流进地里。年底粮交够了，剩下的全都是你们自己的。谁敢拦着，吴怀安就是榜样。林大人真乃青天大老爷！下一个，王二麻子，城南王家村，授田15亩，荒地5亩，3年免税。地，真是我的了。凭什么不给我分？我也是江浦人。你让大人当江浦的人。王江，带过来。叫什么？哪儿人？小人赵三，城北的。周小七查。大人，这厮家里原有10亩水田，年前赌钱卖给沈家，现在混进流民里想白拿地。问他农时，他连惊蛰春分都分不清。卖田赌博，输光了就想拿官田填坑。若你这种人也能分地，那些老老实实种了一辈子地的人，岂不成了笑话？大人饶命！吊起来，责打30。打完去江边挖龙沟，挖够3里再放。大人，您画的这东西竟然真能把水送上去？这叫借力打力。
大人可惜什么？我在想一种高产道，若能弄来战成道，江浦粮库明年能再翻一番。卑职记下，忙完便给应天府写信询问两种。大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像您这么种地的官儿。我不是在种地，我是在给自己种一条生路。3个月前，我还缩在吴怀安收头当9品透明人，现在，老吴进了皮场庙，我站到了最前面。仙尊，龙舟露头了，都站稳了，这又是一场期末考试。我尼玛！这哪是出巡回来的大国储君，简直是个刚从重症监护室跑出来的重症病号！微臣江浦署理知县林彦章恭迎太子殿下回京。殿下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林彦章，微臣在。孤记得你，3个月前你还是个9品主簿，那天你可是把上司吴怀安顶得下不来台。微臣惶恐，臣当时只是一心为民，不忍见百姓受难。言辞激烈了些，全赖圣上英明，殿下仁厚，才保全了微臣这颗脑袋。殿下，吴怀安后来查实贪赃枉法，已被圣上下旨处以极刑。这位林大人清廉能干，故得圣上特旨梳理江浦。那是什么？回殿下，那是微臣改进的水车。江浦地势南低北高，往年旱时百姓只能肩挑，微臣带人修了这些，借长江之水灌万亩良田。好，很好。孤这一路从陕西回来，见的尽是荒凉，没想到小小江浦竟有这一丝生气。林彦章，好好干。大明缺的不是会写文章的状元，缺的是像你这样能让百姓吃饱饭的官。孤在京里等着看江浦的秋收。微臣定不负殿下厚望。殿下该启程了。大人，殿下夸您了，咱江浦这回是真要出名了。出名未必是好事，天要变了。趁着还没黑，咱们得把篱笆扎得再紧一点。历史的列车，终究还是按时发车了。大明最温和、最讲道理的时代结束了。李全、王将，带人下乡，告示贴满每个村头。这1个月，谁敢宴乐婚嫁敲锣，本官先送他去见吴怀安。吞了我娘的保命钱！谁在外面鬼哭狼嚎？回县尊，是城东冯武说朝廷欠他娘长寿米，不给就在大堂撞珠子。大人，圣上有养老德政，80以上平无产业居民。可他娘户籍上才74。这是遇到明朝版碰瓷领救济了。走，去大堂。姓林的狗官儿，我娘80有一，圣上给他的米肉，你们凭什么不发？我要上京告御状。演完了。谁演了？我有大诰在手，我有理走遍天下。周小琪，把户籍册拿来，当众念。城东冯家张氏，洪武元年登记入户时49岁，至洪武25年，时年74。册子错了，我娘就是81。王刚，在。带2个稳婆，再请2个老郎中跟冯武回家，当众查骨龄、查皮相。若真有81，本官补足2米，在大堂给他下跪认错。但若是没有，你虚报年龄、冒领官粮、诬告官吏。冯武，你是想充军，还是想尝尝王捕头的杀威棒？大人，也许是我记错了。王将，给我剥了这丝外衣，吊在影壁处，当众宣读劣迹，利用老母虚报年龄、冒领皇恩，诬告官员，重则40。记住，福利是给真正需要的人。惯出1个冯武，江浦就会出100个冯武。到时候，真正年过80、步履维艰的老人，分到的米肉什么都留不下。卑职受教。小琪，你确定没算错？这点银子，连给养鸡院换屋顶瓦都不够。县尊，户房陈年旧账都翻烂了，咱江浦是下县，每年收上来的赋税，除了一点公馈和俸禄，全得送进京城国库。清官这词儿，就是穷得体面的说法。大人，那怎么办？不能等朝廷发财，得主动出击，找上面要钱，起码将江浦县的商税节留下。不对，得叫地方民生统筹资金。王捕头，收拾东西。大人，去哪儿？
进京要饭去。大人，这京城比江浦大这么多。这可是大明京城，在那里，随便掉块砖头，都可能砸到7品官。大人，这路也太多了。跟紧我，出龙江关往内桥方向，就内西华门右侧便是府西街。大人对京城熟？以前来考过乡试，那时候还是另一种身份。站住！应天府衙重地，闲杂人等退避。江浦县署理知县林彦章有要事求见府尹大人述职。江浦知县署理的，府尹大人公事繁忙，没转换，就在外面候着吧。真是典型的阎王好见，小鬼残难。这位大哥，本官确有急事，关乎江浦万余百姓生计，还请通融一二。林大人，不是不帮，今日府尹大人查账，脾气暴得很。你若真有事，找个能说上话的引路。那烦请再通报一声。江浦林业帮求见推官黄福黄大人。行吧，你在这等着。大人，咱都站了半个时辰了，那守卫进去就跟掉进茅坑似的。等，就这么等？在皇城根下，耐心比金子值钱。咱们是求人办事，不是上门收债。见过马通判。哪儿来的？回马大人，这是江浦县署理知县林彦章。林彦章，你就是那个在太子御前参了自己上司一本的林主播？回大人，下官林彦章。府尹大人日理万机，哪有功夫见你一个署理知县？江浦那点破事儿，写文书递上来便是。马大人，下官此行关乎江浦万余百姓秋收与赋税。江浦那点粮食够京城人塞牙缝吗？林大人，马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黄推官，这林知县不守规矩，私自入京，本官正教他些做官的体统。马大人有所不知，林大人此是我之前在江浦特意叮嘱的。江浦清田一事，府尹大人也念叨过。清田那是得罪人的活，本官倒要问问你，江浦今年能交多少税粮？回马大人，江浦洪武25年岁入统计已出，实缴税粮19300担，比应额15000担，超逾4300担。全县在册人口从去年18000口，增为20200口。多少？19300担！你江浦才多少地？莫不是把百姓种粮都收上来了？下官不敢，多出来的粮食和人口全是清引田、清引户得来的，乡绅们深受甚感，主动退还引田，另有水车引江水，将数千亩旱田变成了熟田。好一个林知县！马大人，这数据若属实，林大人别说转正，就是一个卓异评语也当得起吧？你就是林彦章？下官拜见府尹大人。这税粮和人口可有半分虚假？下官愿意向上人头担保，江浦衙门外还挂着前任知县的草人，下官还没活够，不敢欺君。好，无引田无欠缴，你这小小江浦县倒成了应天府的门面。说吧，大老远进京，不只是显摆政绩吧？要官还是要赏？下官不要官，也不要赏。下官想要江浦百姓的一条生路，请大人准许江浦节流部分商税，专款专用，用于养济院、修堤、修路和民生基建。胆甚严！商税归户部，这是国法。你想割朝廷的肉，肥你江浦的田？府尹大人，请看，江浦是京畿门户，若修码头、输水利，引商贾入驻，明年商税至少翻3倍。下官每年上缴朝廷的商税，绝不会比往年少1钱。留用银两，每分每毫记录在案。应天府可派人常驻监管。下官不是节流，是在给大明做大蛋糕。做大蛋糕，制宪有方，清和高效，且胆大包天。应天府会据实上奏，给你加价。商税专户，只要你敢保证收支分离，只要你不怕户部那帮疯狗，本官可以给你附一份审核意见。至于成不成，那是陛下圣意。谢府尹大人。林大人，慢走。多谢黄大人引荐。你提的商税流用风险极大，户部那帮老学究若知道，定会把你喷成筛子。回江浦后，先把账做干净，别让人抓住痛脚。下官省得。走，趁天没黑，赶紧出城。这京城虽好，总觉得后脊背发凉。哟，这不是政绩卓异的林知县吗？府尹大人竟真听了那套节流税款的歪理邪论。马大人谬赞，下官只是为江浦百姓求口饭吃，至于成或不成，全凭府尹大人支持。哼，别高兴太早，在应天府，规矩就是命。你一个署理知县，还没学会走就想跑，这官场上的水深的能淹死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年轻人。我尼玛，这种反派台词能换点花样？老掉牙了。林川，谁在喊老子？林川，真是你小子！我是你同窗张德贵啊！
前年相似，咱们还共用一壶水。林知县，怎么遇上熟人了？这位生员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本官乃江浦知县林彦章，祖籍浙江宁海。你口中的林川，本官从未听说。不对啊，这鼻子这眼睛，连左耳后那颗痣都一样，你就是六合县林川啊！放肆！你个穷酸秀才，竟敢冲撞县尊大人！什么林川林水，再敢胡言，治你大不敬之罪！大人饶命，小人可能看走眼了。林川他只是个秀才，哪能穿这身官皮？走。六合县林川，去六合县查一个叫林川的秀才，再派人去浙江宁海，把林彦章户籍底册抄来，查他祖宗3代，定要查清楚这小子的底细。大人是怀疑冒官，若他真是冒官，这可是泼天功劳，不仅他要死，保举他的皇甫也得掉脑袋。大意了，大人，那秀才要不要被之折回去，找个没人的巷子？杀了他！你把事想得太简单了。刚才马同判就在旁边看着，咱们前脚走，他后脚死，这不是告诉人家我有问题？那怎么办？马同判肯定会查，六合县就在隔壁，他只要派人去转一圈就能知道真相。这才是真麻烦。该怎么办？总不能杀光所有认识我的人。唯一的生机，是在马同志拿到证据前，能把政绩大大提升，把江浦建成大明第一模范县，甚至得到朱元璋的认可，自己就还有一线生机。大人，关渡商航运队有起色了，沈万和几家组了上百艘货船，江浦的鱼、米、柴火，头2天一网出水就能摆进京城贵人餐桌，下个月课税最少翻3倍。还不够，大户的银子是他们的，本官要的是粮食和人口。县尊，你要去临县找流民，别的知县躲都躲不及，你还往家里招。老赵，格局小了，在本官眼里是人口红利，是麻烦，是白送的劳力。但是咱们政绩已经达标，又何必冒这个险？你以为本官真的只是为了那点粮食？这是避险。与其被别人偷偷把流民扔进江浦，被巡安御史抓住把柄，还不如主动把流民抓在自己手里，这叫防守反击。可听着还是有点危险。危险是肯定的，但被动挨打更危险。这事儿指望你去办，估计得被人当傻子赶出来。本官亲自去。卑职随行。算了，六合那地方风水不好，容易遇上熟人。先去莱安和全椒。大人，江浦知县林大人求见。江浦那个林彦章。李兄，老弟此番前来是为李兄分忧的。分忧？听说贵县流民成灾，粮食紧缺，老弟手头有屯田指标，想从贵县引一部分流民去江浦安置，你看能不能行个方便？林老弟，你是说你要带走流民，不是抓去顶罪，也不是送去矿场？安置，给地给种子入江浦户籍。哎呀，林老弟，你真乃我至亲骨肉啊！去拿文书来，治下这800个流民，林老弟你今天全带走。才800，李兄，我大老远来就带这么点人回去。实不相瞒，我这儿其实有2000多流民。去年黄河发大水，不少百姓遭了殃。这些流民全是北面几个缺德的府县赶过来的，我正愁粮食不够，打算把他们往全椒挪。好，我全要了。2000人连带家属，只要是能喘气儿的，能挥得动锄头的，我全带走。流民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万一闹起来，你的官位……人我帮你处理，但我有个条件。莱安与江浦建立商贸自由往来协定，江浦商人来安收山货卖布皮，路以要快，不许额外加税。咱们2县资源互补，我出人口安置，你出商贸通道，双赢，如何？成交。本官是江浦知县林彦章，从今日开始，你们不再是流民，是江浦新民。到江浦，每人10亩荒地，3年免税。第1年种子官府出，第1月口粮官府管。本官只有一条规矩：谁敢偷奸耍滑，谁敢作奸犯科，老子就把他吊在长江边上喂鱼。
大人，这帮人简直是饿狼下山。您给的那句“啃光归己，3年免税”，简直比圣旨还管用。这帮人为了那块地，连命都不要了。这世上最可怕的动力不是贪婪，是生存。土地就是他们的命。记住了，他们垦荒后，官府的田契文书现场办，当场盖印。信任感要打满，但也告诉他们，谁摸鱼耍滑，不但地要收回来，人也要滚出江浦。县尊，楚军新立，咱们江浦是否办个庆典？庆典，谁出钱谁出力？百姓正在滩涂上插冬小麦，让他们停下来喊万岁，他们只会觉得你脑子进水。可这毕竟是国本，百姓求的是温饱，不是国本。只要陛下还在，大明的天就塌不下来。咱们继续种地，继续搞钱。大人，江浦青田范本被列为直隶各县学习典型。还有户部公文。商税留用，批了，真批了！户部那帮老学究居然没把我喷死！王将，备马，随我去应天府问问，到底是谁救了我这份申请。府尹大人，下官这次来是特来感谢您的。林彦章，你谢错人了。本官虽附了审核意见，但户部原本骂得很凶，说你这是动摇国本。那这文书，本官也好奇呢，后来才听说，户部主事夏元吉在尚书玉心面前极力保你，他说你那是以商促农，藏富于民。金金黄了你犯上！夏元吉，还有吏部考满，你被评为称职，从今日起，你可以把署理二字摘了。谢大人栽培。林大人，夏主事，别来无恙。请进，请进。夏某能有今日，还得感谢林兄当初在迎宾楼的那一番醍醐灌顶。哪里哪里，夏兄天纵奇才，被陛下看中是迟早的事。未来的五朝元老、大明理财专家，这大腿必须抱紧。夏某帮你，不只是因为私交，更是因为你那份商税留用申请文，尚书大人看完后3日没睡好。他说他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大明治理逻辑。林兄，若这商税留用真能让江浦富庶，让朝廷增税，这法子未来或许会推向整个大明。这风头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哈哈，那都是后话。今夜咱们只喝酒。这是哪儿？老夏呢？还在夏主事家。夏主事还没到5更天就起了，洗了把冷水脸，揣2个馒头去午门上早朝了。大明公务员就不是人干的。走，办正事，去吏部领本官的转正委任书。林大人，您请稍后。总算是转正了，从今天起，已经是正儿八经的7品命官。林大人，请留步。马大人，真巧啊！林大人深藏不露啊，若非在下多方打听，还真不知道林大人竟然是江南文坛领袖方先生的表弟。方先生，林大人说笑了。除了宁海方家那位读书人的种子，宋骈宫的得意门生方孝孺方先生，还有谁能当得起这一声方先生？林家与方家乃世代姻亲，方先生之母正是宁海林氏望族之女。林大人瞒得在下好苦。方孝孺，被朱棣灭10族那个。下官本想低调，没想到还是被马大人知道了。我完全懂你，林大人有这份人脉，往后官路通天啊！通天，这是直接通往西天。现在洪武25年，老朱还有几年，朱棣还没起兵，这哪里是大腿？这不是埋好的雷吗？林大人，说来也巧，
方先生前几日刚奉旨入京，现在就在京城。马大人，实在是不凑巧，下官刚刚正式任职，江浦流民垦荒、商税账目都是急活。引荐之事，改日再说。不必林大人费心，在下已经派家仆去崇正书院投帖了。你他妈已经去投帖了？方先生听闻表弟在江浦政绩卓然，欣然允诺，今日就在邀月楼赴宴。林大人，请吧。他这是要当面对质啊！林大人莫慌，方先生虽是大儒，对自己人向来厚道。您只需叙叙旧，这往后的官路那不是得通天呐！我现在只求方孝孺突然有事来不了。方先生到！晚生应天府通判马上望，见过方先生。先生大驾光临，真乃蓬荜生辉。江浦林彦章拜见表兄。晏慈受任江浦知县，我近日面圣，顺道来贺。晏慈，林彦章的字，方孝孺没见过真正的林彦章。表兄，余弟一路如履薄冰，若非听说表兄在京，甚至不敢相认，唯恐玷污表兄清誉。胡说！林方两家血脉姻亲，何来玷污？竟然真把我当自己人了。我听马大人说，你在江浦干得不错，青田河树，不畏豪强，倒是有几分我们方家人的硬气。本想看拆穿大戏，怎么还成亲人相认了？方先生，请上座。我操，这是洁癖加强迫症晚期啊！方先生高洁，真乃读书人楷模。老兄，你现在嫌桌子脏，嫌杯子脏，可你这性子，将来就是靠这股子死不通融的洁癖，把全族老小连带着学生邻居，通通送上断头台了。要不，现在就把桌子掀了，当众跟着哥们儿割席断义，划清界限。不行，现在洪武25年，这颗雷没炸之前，还是护身符。